好，再来关注美国方面对巴以冲突的反应。美国一边倒支持以色列一个美军的航母战斗群正前往中东，美国强力施压将对冲突局势有哪些影响？那么近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美国会趁这次巴以冲突让军事和外交重心重返中东吗？来看报道。拜登8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拜登形容对以色列的攻击骇人听闻，并强调更多援助现已运往以色列，未来几天还将提供更多援助。两国领导人也承诺在未来几天保持联系。7号和8号，美国防长奥斯汀2度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话。奥斯汀表示要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加强威慑。深圳卫视注意到，五角大楼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已派出福特号航母战斗群向东地中海进发，其中包括福特号航空母舰、巡洋舰诺曼底号以及导弹驱逐舰托马斯·哈德纳号、拉米奇号、卡尼号和罗斯福号。美国还采取措施增强该地区的美国空军 F-35、F-15、F-16和 A-10战斗机队。美国将在未来几天内向以色列运送更多设备和资源，包括弹药。美军还宣布在全球保持战备状态。美媒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称，初步报告显示，目前至少有4名美国公民在袭击中丧生，另有7人失踪。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多家美媒采访，他表示不希望冲突继续扩大。To make sure that, first of all, people had heard very clearly what the president said about others in other places not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and to use the influence that they have with different group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n't do that, precisely so that we don't have a broadening of this conflict to other places. 布林肯认为，这次巴以冲突的部分动机可能是为了破坏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努力。No surprise that those opposed to the efforts to normalize relation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and more broadly, to normalize Israel's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巴以局势突然失控，也让外界进一步质疑美国近年来所推动的所谓新中东战略。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积极斡旋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沙特与以色列也在改善关系。但就在外界乐观预计沙以建交快要实现的时候，巴以冲突突然爆发，打乱了美方的计划。美国媒体担心，美方的介入或将再次点燃中东这个超级火药桶，那将有可能使美国再次陷入中东的战争泥潭。美国驻伊拉克前大使杰弗里认为，这起冲突至少将会牵扯美国的精力达数月之久。This is a months-long thing that will require an Israeli ground incursion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troops into Gaza and very heavy fighting, while the rest of the region will be on the knife's edge of an even greater escalation, which is again why Washington has to play a much more aggressive role. 尽管美国正在展开外交斡旋，但其一边倒向以色列的态度也让中东国家感到不满，认为这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名美国国务院匿名官员就向轴线新闻网透露，在布林肯与一些同以色列签有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外长们进行交谈之后，他呼吁这些国家谴责巴勒斯坦哈马斯的行动，但是那些外长们没有照做。这些中东国家就没有按照美国的要求去谴责哈马斯的行为，但是他也没有表示支持哈马斯的行为，基本上还是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希望事态尽快平息。外界注意到，虽然美方积极与多国外长通话，但实际上美国自身也陷入不小的麻烦。最紧迫的是，美国国会还没有批准新财年的预算，这意味着美国现有能拿出来援助以色列的资金相当有限。美国前防长艾斯珀认为，这一冲突将给美国国内政治带来一连串的影响。It will also have an impact in Washington, D.C. You can expect next week, when the House returns, there will be resolutions out there supporting Israel. The question about funding for Israel, providing military arms, will be on the table. I'm sure we will do it, but it will also call into question those who say we shouldn't support others abroad, that we should focus on the United States. 当然，也有观点指出，美国动荡的国内政治也给了中东一些势力制造混乱提供了可乘之机。分析认为，当前美国国内正在为是否继续军援乌克兰而争论不休。
极具战略位置的中东重燃战火后，必然将占据美国大量注意力。一旦战火扩散，美国未来是否需要军援以色列，甚至调动军队进驻中东，这些都是未知数。美国商业内幕网站8号就从一个侧面描述了乌克兰当前面临的困境。报道称，美国于今年年初从位于以色列境内的战争储备弹药库提取了30万枚155毫米炮弹，转运到乌克兰，以补充乌军在战争期间大量的弹药消耗。当时以色列对此非常淡定，仅表示这是美军的内部事务。但美媒称，如今随着以色列正式向哈马斯宣战，以军可能面临非常巨大的弹药消耗。未来乌克兰想再用同样的办法获得大量炮弹补充，将成为奢望。这次呢，就是援助乌克兰已经给美国造成了比较大的负担，引起了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如果在同时也需要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话，就会加重美国的负担。但是你也要看到，对以色列的援助的项目和对乌克兰援助的项目，它不是重叠的。以色列当然需要炮弹，需要防空设施，但是它不需要飞机，乌克兰需要，是吧？炮弹的口径啊等等各有各的需要，所以影响还是很有限的。好，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巴以冲突已进入到第3天，死亡数字已超过1300人。那您认为血腥冲突会否继续失控升级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在电视讲话中就宣称，这是一场战争，是漫长而艰苦的一场长期战争，不是一般的冲突，也不是军事行动。他警告以色列人要为此来做好准备。那么过去3天来，死伤数字在持续的刷新，血腥对抗之惨烈确实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甚至呢，按照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以色列遭遇的全面袭击是911恐怖袭击与珍珠港事件的残酷集合。哈马斯武装分子从陆海空多个方向发动全面袭击，死伤最惨重的就是距加沙隔离地带仅只3公里远的一处音乐节的现场。那么以方声称有260多人在此遇难。那么从过往持续多年的军事冲突记录来看，几乎每一个以方人员的伤亡都会对应10倍乃至数十倍的巴方人员伤亡。归根到底，那么这是以巴军力完全不对称的降维打击使然。昨天啊，半岛电视台在加沙地带做连线直播进行中，以色列的导弹就在女记者身后不远的楼顶炸响，惊得女记者急忙转身来查看。直播镜头它记录的是导弹炸响，那么楼内那些活着的生命呢？从最新的态势发展来看，冲突继续失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有2个主要的观察窗口，其一，以军会不会出动地面部队再度攻进加沙地带？一旦地面战开打，那么以加沙它作为全球人口最密集也是最贫困地区的一个拥挤程度，战事升级势必会造成更加惨重的人员伤亡。更何况呢，哈马斯武装也至少挥了110名以方人质。其二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会不会介入冲突？昨天啊，他已经向以色列占领的这个戈兰高地发射了火箭弹。与哈马斯的武装相比，他的火药库要大得多，拥有火箭弹超过10万枚。但是呢，以色列大打出手，全面升级军事行动的困境就在于，一些个分析恰恰认为，这呢正是哈马斯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曾经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知名中东观察家马丁·英迪克，他在接受外交事务专访时啊，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I feel that Hamas' intention is to get Israel to retaliate massively。”我担心啊，哈马斯的底牌就是要刺激以色列做大规模的军事报复。英迪克就分析，一旦杀戮接力，战争代价持续推高，那么哈马斯它的支持度在中东世界反而也会持续的走高，甚至哈马斯攻击的一个所谓的隐形目标，美国全力推动的以沙外交和解也将会全面停顿，甚至化为泡影。总之啊，巴以现在确实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刻。